要步步为营。我们看到中印这两个国家，中国跟印度就现在有很多的矛盾处。这是这个董军，他是中国大陆的新任国防部部长，他出席在哈萨克举行的上合组织防长会议。可是，他都跟其他的成员国家的防长会议都有进行会面啊，独独没有见到印度的军方代表。两个国家还是有嫌隙吗？我们看到印度的外长就这么说，他说：“我们印度的国防部部长辛格他没有亲自参加，我们改派国防部的这个秘书带队可能就是要表达他赤裸裸的说，表达印度对中国的态度我觉得。”不满意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抗议吗？那这个他特别又讲了说，印度不会在边境的问题上妥协。我们知道中印之间边界有一些这个纠纷嘛那中印双方还在边界这边的纠纷纠缠中，而我们也可以看到，包括这个印度最近也骂了一个人，这个人是大富豪。Elon Musk 这个伊隆马斯克因为本来他都说好了要去印度访问要拜访这个莫迪可是突然他取消就是马斯克突然取消了印度的行程之后，而且突然跑去中国大陆那让印度的媒体非常的生气一般的民众也觉得很不爽看到印度的媒体标题就这样讲，他说这是道德低劣，或者是纯粹为了生意呢？你说话不算话马斯克还是说你只是想要做生意不择手段他就谴责马斯克我们看到马斯克现在的身价在5天之内暴增了1.2兆元，再度超车贝佐斯，他是 Amazon 的这个CEO。那为什么他会暴增呢？这是因为他靠中国满血复活。我们看到特斯拉渴望在中国推出全自动辅助驾驶，刺激股价整个大涨飙涨了15%所以它的股价不断的涨，马斯克的身价也涨了。而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包括印度怎么看自己当然，别人怎么看我，以及我怎么看自己，当然是两件事情。那印度的媒体自己就发布了这个新闻的报道，他说我们印度的综合国力非常的好棒棒印度的综合国力评选出来是99.71分，排名世界第1这是全球第5大经济体，拥有巨大的市场潜力、经济实力，拥有强大的军队，而且有核武这是来自于印度时报的一个报道。那第2名95.24分，这是俄罗斯主要是因为产油嘛。那中国是92.07分，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大国。那有人就这个网络上很多网友就酸他说：“哎呀，你自己说不算了，你自己说自吹自擂就是说你是亚洲第1。我们讲的是亚洲第1，不是全世界，抱歉，这是亚洲的排行榜。印度觉得他第1名，观众朋友，你觉得这有道理吗？可能俄罗斯跟中国都不这么想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包括印度的情报官涉嫌涉入美加2起暗杀案白宫就说了这是重大情势包括印度的情报单位在加拿大还有美国的暗杀行动中可能有扮演一定的角色所以他们也在调查这件事情。那另外呢，我们看到呢，美国的态度是什么？他直接把他给逮捕了可是外交上，美国对于印度其实还是保持着一定的友善的程度，因为还是需要交朋友。在这个亚洲地区，我们看到印度过去在乌俄战争中，其实他真的是拿到很多的利多。那时候大家都制裁乌克兰制裁俄罗斯，不能买俄罗斯的油，可是他才不管，买了一大堆我们看到在4月份光是4月份他买更多的俄罗斯的石油，可是呢这边买多了，沙烏地阿拉伯的石油他就买少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呢，从伊拉克跟沙国跟沙烏地阿拉伯进口的石油，从2022年2月俄乌战争之后印度一直他就减少对这些石油的买卖，然后抢购俄罗斯石油所以他很聪明他就买了便宜的油趁机壮大自己。另外我们再来看看澳洲发现了一个间谍巢穴他说这个我们澳洲情报组织发现了你印度在我们国家里面做了一个间谍巢穴然后呢，我也逮捕数名印度官员，所以现在印度也对 Quad 的同伴出手了吗？大家互相在叠对叠了吗？来，请教亮哥。我觉得印度就是善于把握自己的机会啦。虽然很多地方像吹牛啦可是吹牛，坦白说了，英国跟美国也在帮他吹牛吹了多少年了？
事实上说印度崛起啊，即将超过中国啦，亚洲第一啦，这种牛都不是印度开始吹的啦。甚至包括《经济学人》也帮他吹过。那美国的财经媒体更多。所以坦白讲，你们既然要帮我吹，我就自己吹啊，有什么关系？然后当然主要的原因就是它是亚洲体量够大的国家嘛，尤其是人口够多。那美国、英国就是会有一些幻想嘛，觉得哎呦，这个印度如果跟中国干起来哈，大概可以干很久啊，人那么多，对不对？那它的 GDP 也超过3兆了嘛，也迅速现在居于世界第5，所以坦白讲也崛起的蛮像样的啦，那当然实质内容我们就不谈了，可是就是说，他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他善于把握自己的机会了，就是说，美国再怎么样，在亚洲，你即使会做出一些令人讨厌的行为，也是要容忍啊。你看他跟加拿大杠成那样，对不对？把那个叫什么？反正把那个教派的这个加拿大锡克教，他不是去暗杀？对。你看美国后来不是一样不了了之？对。还是为了地缘政治的利益，那超过人权的议题啊？那拜登为什么对沙地阿拉伯没有这样呢？对不对？所以怪不得小萨拉曼很生气啊！你对印度这么纵容，为什么不对我好一点？所以你就看到小萨拉曼就跑去中国那边嘛。那我觉得印度就是这样啦，就是他让美国觉得他是亚洲崛起，然后可以跟日本结盟为2啊，可以对抗中国的一个联盟啊。而且日本也这样认为，日本也大力在支持印度啊。是所以你看，就是有时候你就看到那个Quad啦，他们也要邀请印度参加。坦白讲，很远呢。对呀。从那个印度洋要过来这一边，这多远啊？是南半球的。可是反正就是因为拜登这个人喜欢做大外宣、大吹牛嘛，就一下就要说啊 ，AUKUS 也要扩大啦，Quad 也要扩大啦，虚张声势一番这样啊，所以就让印度抓到了很多机会啦。事实上，这一次俄乌战争啊，大家后来去看到俄罗斯形成了一个新的经济圈。主要的国家就是中国、印度跟土耳其，这3个国家跟俄罗斯的贸易都暴增啊，都暴增。那为什么西方只惩罚中国呢？为什么不去惩罚印度跟土耳其呢？土耳其还北约的国家，土耳其也是一样啊，它的地缘位置很特殊啊，大屌不甩啊。他也好像没什么谴责印度啊，不，土耳其也几乎没有啊。对啊。为什么呢？因为土耳其就卡在黑海前面啊。是。那俄罗斯的黑海舰队，如果土耳其海峡让他过来了，那俄罗斯的黑海舰队就到中东了。对。那这是多大的突破？以前就是这样啊。那土耳其也帮你守着俄罗斯的黑海舰队啊。所以。西方也懒得，也不是懒得啦，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跟你讲啊，印度已经夸张到成为俄罗斯原油的国际打折中心呢。真的，你知道吧？真的，他就这样买，然后这样卖，大拉拉，转手贸易就赚差价，已经夸张到这样。是。那结果你看，布林肯去中国，第一个质疑俄罗斯的军工零组件是不是跟你买的啊？结果人家去查，结果发生在中亚另外一边呐。因为有一个国家叫乔治亚，乔治亚最近美国在拉拢嘛，所以他也跟美国做了不少生意。是。结果转手一买就卖给俄罗斯，就是这样。每个国家都在搞这种小游戏啦。对，表面上讲的这个夸夸其谈。我跟你讲，事实上还有好几个国家啦，希腊也是啊，拉脱维亚也是啊，都在倒卖俄罗斯的石油啊。那你这个美国就只有看到中国，其他都没看到。这个我们心理学叫聚光效应啊。聚光效应 ，spotlight 打在中国，就是灯下黑嘛，你只看到下面那个亮的地方，其他你都没看到。他不是不知道，他就是要搞你中国。对嘛？事实上，其他国家也很严重啊，尤其是印度，那他都就是好像都没看到，视而不见啊。来，请教帅将军，印度这个国家真的旁边没有重大的威胁，印度洋
这边中国虽然是可以对它威胁，可是一个喜马拉雅山太高了，你知道吧？那印度在这个安全的环境下，它随便它吹吧。但是我们这个观察印度是观察得很仔细。我曾经绕过印度21天了。哦，21天我发现它这个贫富差距太大，是小的土邦就有300多个，大的这个分裂的组织，你譬如说这个阿萨姆那个省，这跟他也搞不来。锡克族在这个旁遮普跟他也不见得搞得来，南部的不丹啊这些都跟他不见得很和好。那么我问过印度的华侨，我说为什么你们的轻工业这么差哈，民生用品很烂？他说他的钱都花在国防，但是我们是搞国防的，一看他搞国防是全世界不只是8国联军了，他的那个部队是真的是什么武器都有，但是什么都不精，然后自己制造的变成国际上的笑话，坐的火车开营运第1天就出事，坐的大桥崩裂，坐的军舰2年没有飞机，所以这个国家很有意思，你要它吹起来的很那个，因为美国现在要拉它嘛，是因为美国看它是将来影响中国大陆“一带一路”到印度洋那一带可能会产生作用，可是印度的海军又不争气啊，你要想拦截这个“一带一路”的海上丝路的话，你海军应该要整建的差不多嘛。那我想中国大陆慢慢把军港、吉布地啊、云南的基地建起来以后，印度的海军拿它没办法。当初惩越战争呢，很快就把越南山上的部队打垮了。照理讲，再往下打就是印度的首都了，一马平川了。中国大陆考虑就说算了，不要陷入人口的泥沼，因为我翻过喜马拉雅山的后勤补给也很长。但是你要在边界真的去跳脚，你印度一点胜算都没有。所以这个问题啊，就是因为它躲在一个地理环境很安全的下面，随它吹吧。这实际的影响是没有的。这个国家种姓制度分成4等人了，人口虽然多，能够发挥的力量就还是少。你是第3等人、第4等人啊，你书读得再好，你没有发展。所以印度人跑到国外去当 CEO 的很多，因为回到国内啊，身份不对，阶级不对，你就没有发展。你看大陆有海归派，印度很少海归派啊。印度很少，它种姓制度，他宁愿在新加坡赚钱，新加坡很多印度人赚很多钱，对，在欧洲、在美国赚钱，是他不愿意回去，不愿意回去的原因是什么？你的等级的问题啊，就种姓制度，种姓制度嘛，你是贱民，你根本连人家影子都不能踩，你是第3等人，你没有机会在公务机关服务，翻不了身，翻不了身。所以印度这个国家我是相当看不起的。我说这样好吗？连印度菜我都懒得吃。印度菜，我要讲几句话，印度菜还不错吃啊。什么不错吃？我的给他结论是 chicken nothing but chicken， 而且是很老的鸡肉。除了鸡肉没有别的。我为了吃一顿饱饭，跑麦当劳去点个牛肉汉堡，结果还是 chicken。是，哎呦我的天，你没有泻肚子，所以没泻。这个我也去过印度啦，印度的确啦，就是每一个人的这个评价不一样，很容易泻肚子。对，有些人喜欢，有些人不喜欢哦，这个是不一样的评价。来，请教彬哥怎么看？我要跟帅将军报告一下，其实印度大部分地方是吃素的，他连 chicken 都没有。吃颜料养一个芭蕉叶，红的粉、黄的粉、蓝的粉，然后一坨米饭。对，我说你是画画还是吃饭？很鲜艳。这当然是口味个人的问题啊。但是印度这个国家真的是一个非常要面子的国家，所以马斯克爽约了、放鸟了，莫迪，那印度就整个超不爽。可是实际上，第一个啦，马斯克他在商言商嘛，他当然要赶快去巩固对他来讲最有前景的市场，而且中国大陆也给他一个大饼啊，因为我不知道中国大陆是不是真的要给他，假的要给他，因为据说自动驾驶数据让他可以带走，我觉得我是存疑啦。这中间应该有什么监管机制，不然的话，让特斯拉在全中国各地满街跑，然后把所有数据送回去，我不太相信中国大陆会做这种事。我觉得应该有其他的问题。外销。但是我觉得重点是在于什么？重点在于马斯克本来要去印度投资的，现在其实也还在谈。我其实是一直希望马斯克去印度投资。你要他去投资，他就知道印度是怎么回事。因为所有外国的大企业去印度投资，到最后都知道那边的状况，包括我们台湾很多企业在那边投资啊，吃了亏。对啊，现在也出现很大的问题啊，因为那边的制度是印度表面上叫做
自由民主国家，可是实际上它很多东西那种规矩还是中世纪时代的那种，所以你企业要在那个地方光是能够生存下来，能够适应它的社会，本身就是一个蛮困难的事情。那至于印度，喜欢说它在亚洲第一，我觉得他客气了。你可以去跟火星比啊，火星没有一个国家打得赢你，你相不相信？我绝对相信这件事情。讲这种东西其实没有意义。印度是一个人口很多、天然资源很多的地方，但是问题是你自己内部问题这么多的时候，请问一下你怎么向外发展？何况虽然他在印度洋理论上来讲没有什么太大的敌手，可是他旁边就有一个巴基斯坦跟他互相牵制，这个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问题的开始。那我前一阵子还看到有预言家，包括一些什么印度神童也好，或是那个什么英国的预言家也好，说未来几年巴基斯坦可能会跟印度结合重新统一变一个国家。基本上我是不太相信有这种事啊。这个因为双方的仇结得太深了，而且那不是单纯仇恨的问题，还有宗教文化、种族上面的差距。我个人认为这是很难的，所以印度他可能把中国大陆当假想目标，持续往前进是可以。你说他在10年甚至20年之内，你说他要能够追上，不要说是追上中国大陆，能够追到中国大陆今天这个规模，我都不太相信。好，观众朋友，我们赶快来关心中东的局势。现在胡塞组织出其不意，他攻打了在红海来往的商船。我们看到胡塞武装冲突袭击美国的驱逐舰，而且还攻击以色列的两艘船只不只是商船呢，美军的军舰以及以色列的军舰，他都攻击啊！我们看到胡塞组织的发言人塞雷亚他就讲说我们攻击了是谁呢？红海跟印度洋对以色列的船只基克拉泽斯号还有猎户号进行了袭击，而且袭击成功，并且我们也对美国的驱逐舰进行袭击。这个也门叛军他发动的是无差别攻击，所以我们看到包括我刚刚说的商船，希腊的商船也受到了突击那另外呢，纳坦雅胡，那当然以色列的总理现在很多人对他的这个做法当然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可是他心意已决，非常非常的 tough他说我以军一定会进入拉法。现在全世界很多人到处都在示威可是他态度超强硬的，因为有拜登在挺他吗？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看，包括现在国际刑事法庭出招了，他说你这个在以色列，也就是说他纳坦雅胡，你在以色列，我们现在要调查你是不是犯了战争罪。他们去找了一些医护，因为很多的平民百姓不是都被炸死吗？还有妇孺也都死掉了，他们就去问一些医护的证词所以他们去讯问加萨走廊的医院工作人员，有很多都是 NGO， 很多都是无国界的这个组织，探究去研究当地可能会发生的罪行，因为毕竟有一些无辜的人命就这样子死亡了。那纳坦雅胡他非常非常的嚣张必须要用这个2个字来形容他，真的很嚣张他说你这个你如果来大家看一下，你如果发逮捕令就是犯罪，你不能逮捕我你不能逮捕我。有白宫帮他撑腰，真的没错因为白宫也讲了，国际刑事法院没有权发逮捕令，现在是无法无天啦我们看到白宫的发言人讲说，我们不支持这项调查，我们不认为这个 ICC 有管辖权。而美国众议院的外交委员会的主席麦考尔他也说，我们要对 ICC 的官员制裁。天哪，这些官员国际刑事组织的官员要调查你有没有犯战争罪，结果他们要被美国制裁。这是到底是什么样的世道？观众朋友，我们再来看看美军在加萨南部建立了浮动码头已经开始慢慢的成型了。它的图在这里，5月初就可以来进行运补这个是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新闻，5月就可以使用了。重点或者是它的功能是要向受灾区提供人道援助，因为那边有时候医疗水啦食物都缺这个里面人间炼狱那观众朋友，我们再来看看美国有很多的学生年轻学子看不下去了，觉得太离谱了，所以你看到美国的校园里头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哦。包括呢，像这一些被制裁或者是被恐吓的手段是什么呢？他们会告诉这些学生说：哦，你来参加学运的话，我要把你退学哦，我让你找不到工作哦。如果你参加反以色列的学潮，我们这些常春藤的名校会把你开除哦。然后你未来毕业的时候你也没逃喽哦，就是恐吓这些年轻学子。可是我们看到哥伦比亚大学挺巴勒斯坦的这个学运对不起，巴基斯坦的学运白热化。加萨走廊的学运加萨走廊的学运白热化，示威学生占领了教学大楼，校方扬言我要开除你的学籍。我们请导播让我们看看，现在有数百名防暴的远警爬云梯冲进校园里头来逮捕学生。学生他被反手上铐带走，您看到的有一些女学生在尖叫，有一些男学生在抵抗。可是这些青年朋友们他们都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大部分是，当然有一些是校外人士，都被这些警察给反手用手铐给带走了。来，我们请教亮哥怎么看？这个美国制裁国际刑事法院，你不要惊讶。2020年，川普也制裁国际刑事法院，因为他们去调查阿富汗的暴行，认为美国违法，所以他就禁止国际刑事法院的人进入美国，所以这不是第一次所以你也不要惊讶那纳坦雅胡如果真的被国际刑事法院判罪那也没什么反正他哪里也去不了我认为纳坦雅胡现在去任何地方都会被暗杀。真的不然你去美国看看啊。对，应该有很多你去看看啊。巴勒斯坦的支持者，穆斯林世界上有47个国家，真的，所以你出国看看嘛，那他待在以色列就没事啊，就是这样反正他年纪也那么大了，对不对？所以我认为这个就是演个戏啦，这也看出国际刑事法院对于这种战争行为的无可奈何。因为美国根本就早就退出国际刑事法院了，美国事实上也退出联合国的人权委员会，这是同一挂的他连会费都不缴。对，所以我跟你讲，这个根本就对美国对以色列没有作用，不痛不痒。现在的最麻烦的问题是就是以色列坚持要打拉法，对，因为他认为拉法那边哈马斯有4个营那他认为他一定要把它消灭，否则他这个仗没有打完。可是那个地方难民超过100多万人，你只要进去就是新的人间炼狱嘛，所以你可以想象，到时候又有一大堆影片外流，那学生可能更激进。事实上，哥伦比亚大学是因为学生开始占领行政楼，他占领了其中一栋，那结果哥伦比亚大学竟然叫那个 NYPD 直接进来抓人，纽约警察局。对，这个有点匪夷所思了反正就是发生了那哥伦比亚大学扬言要把涉案的学生开除。事实上，我跟你讲我在美国也待了5年是，我很少看过这个和平的示威，然后在第3天就驱散逮捕。很少看过美国有这样的行为，因为学生也没干嘛就是他一定要毁损公物、占领大楼，那接下来才会有比较激烈的驱散等等行为。一开始是让人家只是在绿草坪那边搭帐篷嘛，然后拿标语嘛，然后在那边守夜嘛，就这样嘛，对不对？你就知道民主、共和2党对以色列支持到什么程度了，难以想象。就以前我真的很少看过美国这样嘛，那你就知道以色列对美国的民主、共和2党，它的力量有多大？事实上，到现场收集情报还包括摩萨德摩萨德在那边对学生摄影公开在 X 上面贴出他的 Twitter。你看得到那个他们有写摩萨德吗？他们有标志吗？他贴出来他在 X 上面他贴出来说我们已经照了你们的脸。你们以后找工作会出问题，好可怕所以后来你就看到一大堆美国学生都戴口罩，真的。
知道美国人很少戴口罩的，好坏除非你生病嘛。对，像我生病戴口罩。你摩萨德怎么可以在美国境内执法呢？对啊，大家知道摩萨德是什么？是以色列的情报局。你就知道这个一定是美国同意的嘛。所以不然怎么可能有这种行为呢？是。所以我就觉得这已经匪夷所思了啦。那现在看起来，因为你如果没有出兵的能力啊，你也没有办法制止以色列。是。所以这个攻打拉法恐怕还是会发生啊。那后面真的很难预测会有什么结果。好，只能为加萨走廊的人民祈福。进一下广告。好，现在中东的局势看起来，纳坦雅胡是铁了心要攻打拉法。没错，这个原因要分析，你站在他的立场。好，今天如果他弹劾了，他突然一下合意了，他马上下台，而且死无葬身，因为他自己的激进派会不饶恕他，他也会感觉到可惜。我已经前面负担了这么多全世界的责骂，这个死伤自己以色列的军民。他目的要什么？真的要达成把巴勒斯坦的问题解决，赶尽杀绝。所以他不打拉法，他他的利害关系不会停止。他把拉法驱逐出去，因为什么？这么多难民，他就是让你吃不饱，恶劣环境你才会离开嘛。我还要再加上攻击，还加上伤亡。所以美国做那一点补给战呢，那是做样子。你看为什么我讲判断拉丹雅胡这个事呢？他去攻击那个运补车，全世界没有哪个去打人道走廊里面的运补车，还有记者。这两个东西就是说我让你根本得不到粮食，你会为了饥饿难忍，你撤退。所以这个东西我们以色列战争会不会停啊？不是你美国的支持不支持，他现在是逼上梁山，他非要这样干。他不这样干，你想他的下场是什么吗？马上就说你做一半，得罪了这么多人，死伤了这么多居民，结果你的目标没达成，那激进派会让你过吗？美国会再来救你吗？你跟你讲了几次你不听，对不对？你完全不纳入恐惧，害我美国在全世界外交都受到声望下跌。所以这个东西，纳坦雅胡站在他的立场来想，他不会松手的，因为他把他自己的后路要考虑啊，他的安危要考虑啊，他在以色列的历史定位还要考虑，所以我的判断，以阿战争是不会停的，不会停。你看美国已经做到这么丑的状态嘛，这个投否决票，讲了半天，学运闹成这个样子，不惜把美国的宪法里面的言论自由都毁坏了嘛。第三个，你看我刚刚很注意看里面的一个镜头，美国警察最喜欢抓什么？那个头上戴格子头巾的绑头巾的对，那个头巾是格子的，那都是标准的这个阿拉伯的这个头巾。他抓了这个也会说，哎，你看不是群学生哦，是外面的团体，是巴勒斯坦的人或者是阿拉伯的人，那这些人就可能变成恐怖分子。本来就有恐怖分子在里面，在激进分子在里面放话嘛。我看了好几个画面，他都是抓那个头上有头巾的。这是有预谋，将来要把这个学运呢，不是那么单纯。郑亮刚刚不讲过吗？学生只讲的就是说不要杀人了，这个人道主义。但是他把这个帽子可以转移到你这些阿拉伯人的恐怖分子在这里制造问题。所以你还有一个，你前面一个画面，那个喷水船喷那个菲律宾，你有没有发现它的 AI 水炮有效了？以前那个水炮会超越，对，现在2条船都很准的打到。是，这个老共这个反应很快啊。是，就是从小观大。来，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我们请彬哥帮我们解析中东的局势。你看这个胡塞武装搞到现在已经搞多久了？堂堂世界第一强国，美国还联合英国，结果拿了一点辙都没有。现在连他自己的驱逐舰都经常被攻击，不是只有偶尔一次两次，经常被攻击，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其实虽然就是那是因为美国不
不愿意深入把事情扩大去追击它。可是其实我觉得这种情况持续了这么久，会给全世界一个印象，就是美国国力衰弱得非常厉害。你居然连这样的一个这种落后的武装组织，你都拿一点辙都没有。其实我觉得这个对美国在全世界的信誉是一大损害。那可是现在对美国信誉损害最严重的，大概就是公推就是纳坦雅胡。纳坦雅胡根本就是直接把美国人踩在地上，然后跟全世界对着干，然后还逼美国人买单。所以我觉得纳坦雅胡，你看布林肯不是才要去吗？然后结果他直接说你不用来没关系，反正我就是一定要打拉法。那不是直接帮布林肯洗脸吗？那请问一下，美国人怎么去自我解嘲这个状况？你以色列完全没在理你，然后人家没在理你，你还是一定要力挺他到底。那现在国际刑事法院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前次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还有我们的帅化民将军，大家好，以及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对岸大陆的航母福建舰啊，今天首次海试，今天是5月1号，在东海禁航9天哦，所有的船只都不能出海，就是要让它来试航。而您看到导播，让我们看一下画面哦，这是中国官媒新华社宣布的哦，这是第三艘的航空母舰福建舰从上海解开缆绳起航，正式海试。主要是要印证这个福建舰的动力、电力等系统的稳定性，而相关新闻我们也可以看到呢，攻占了中国大陆的热搜榜，很多网友都在看哦，都在关注。而另外我们看到，这是中国第3艘航舰福建号哦，第一次海试，它有什么特别呢？它是电磁弹射系统，外界都很关注哦。而包括您看到这次海试是不是会测试电磁弹射系统相关的这个弹射起飞战机呢？哦，我看全世界的这个军事的专家都在密切的关注哦，都在眼睁睁的看。之前的辽宁舰还有山东舰第一次海试都用了5天，可是第3艘的福建舰要9天哦，显然多了1倍哦，将近1倍，这表示要检验的项目可能比前面2艘更多。而另外，我们来看看菲律宾跟中国大陆啊，也有一些在海面上的冲突，这是发生在黄岩岛，发生在4月29号。我们看到中国4艘海警船哦，还有6艘民兵船挡路哦，这个是。这个菲律宾有2艘船哦，它在航行的时候遭到了中国海警船的强力水炮夹击，就如同我们在画面上也是给您看的这个画面哦，造成了菲律宾的船只受到很大的损伤。这也是2国在南海冲突中第一次的损毁事件。过去也有用这个水柱喷哦，水炮喷，可是好像那个损伤比较小，这次看起来比较严重。那菲律宾的海岸防卫队就讲说，我们是合法的，我们在黄岩岛附近巡逻，怎么你中国4艘海警船跑来我们这里阻挡，而且用强力水炮来攻击我们？那中国海警的说法是说，你菲律宾的公务船侵闯了我们的海域，我们是依法驱离。2边都讲对自己有利的这个说法哦，所以也不知道哪一边才是对的哦。不过冲突已然发生，而另外呢，中国大陆跟越南今年第一次有在北部湾巡逻哦，这是中国大陆跟越南的军事合作哦。那中国大陆的海警船说，已经成为南海海上的执法合作样板。另外我们知道呢，就在南海的这个风云诡谲啊。这个除了越南、除了菲律宾之外，菲律宾哦，小马可仕上任之后，一般认为他越来越亲美哦，甚至比他的这个过去的这些总统都还要更亲美。我们看到小马可仕现在在清洗亲中的势力吗？有一个省的省长叫做卡加延省的省长突然被罢免哦。杜特地哦，还有艾罗玉帕帕，什么意思？杜特地是前一任的这个总统嘛？是不是现在小马可仕哦，他在清洗哦？过去可能有一些派系啊，哦，亲中亲美啊，不同的派系，他现在可能在铲除异己吗？哦，我们再来看看，包括菲律宾通讯社的报道内容是这样说的，他说哦，这个省啊，这个根据这个菲律宾的综合选举法哦，那这个省呢，这个因为他被罢免了嘛，所以由副省长来
递补哦。而另外呢，我们看到亲中派跟亲美派哦，在这个菲律宾的国土上面正在上演。而众议院众议院就是美国的众议院对杜特地与习近平过去那时候杜特地是总统的时候，有一个所谓的君子协议他们要调查说当时你立这个法到底有没有什么猫腻要开始清算了吗？菲律宾众议院的领袖阿迪翁就说，我们很快就会邀请杜特地任内的相关官员来参加听证会刚刚我讲错了，这个是菲律宾的这个众议院他们要做这样的调查。而另外美国那当然现在依旧是全世界军力最强的国家，可是中国正在急起直追美国的这个制造舰艇以及飞机的能力我们当然知道，可是很奇怪，最近它的战斗机出现蛮多问题的，包括 F-35战机问题太离奇了我们看到这是美国的防务新闻讲，他说美军驾驶员最近发现洛克希德马丁他所打造的 F-35问题超多的那包括每一架故障的 F-35平均要超过700个工时才能修好，工作时间要超过700个，很慢而且浪费超过76公吨的燃料。另外呢，这个细节大家也来看一看，有一架 F-35去年底起飞之后，才在机翼折叠处发现一把14公分的塑胶刮刀，这是工人遗留的吗？这是过去我们看到有一些这个笑话就医生在动手术的时候把剪刀啦或什么这个手术刀遗留在这个病人的肚子里，难不成F-35也有发生类似的事情吗？来，先请教亮哥怎么看？这个黄岩岛，中国的海警船跟菲律宾发生冲突，刚好跟在北部湾中国跟越南的联合海巡成强烈对比了因为菲律宾跟越南都是坦白讲都是南海相关的当事国，那也都有争议，比如说那个越南跟中国在望安滩那主权争议也很严重绝对不下于黄岩岛跟仁爱礁啦。那人家可以研究共同开发。甚至还可以在北部湾共同巡逻，那菲律宾为什么做不到？所以这个坦白讲就是选择的问题啦。就是你认为你可以跟中国发展怎样的关系嘛？比如说以目前状况，仁爱礁那个破船摆在那边24年今年大概25年了。那黄岩岛你也抢不走你的军力跟中国落差如此之大，那为什么不能够？这个学习越南模式那越南那个冲突就是发生在2015年嘛，事实上981那个钻井油平台，那是发生严重冲突可是之后你可以看到中越关系反而开始变好，所以事实上这个历史教训坦白讲，中国大陆也有一些人在思考啦，说我们是不是要跟菲律宾撞一撞不然他好像永远都学不会所以坦白讲，这个就是一个对比啦，就是说你到底要怎样选择不然你是要怎样比如说你现在不断的在仁爱礁那边乱，那个船我也没有给你拖走那黄岩岛你也不可能占领，那现在就是坦白讲，小马可是去年1月第一个去北京本来中方跟菲律宾是要做经济发展，还有基础建设的投资等等。结果大概到了3、4月就整个翻了嘛，就一路到现在已经1年多了，菲律宾几乎一事无成那中国大陆照样在发展他自己那你又打不过人家，就不知道他在干嘛所以坦白说了，这个就说你这样一路下来1年多都在那边碰瓷啦、叫啦、搞冲突啦，然后诉诸。那个美国的这个还有菲律宾的媒体啦，到底你成就了什么？也许啦，你说美国答应要来菲律宾投资1000亿，真的吗？这个坦白讲给谁听谁都不相信我跟你讲，美国去越南也是蛮大的国家，人口将近1亿，对不对？那美国才去投资多少？美国去越南也才投资20亿，20亿，对不对？才1000。对他现在要1000块美元我是觉得简直是难以理解啦。你看越南这样，美国关系也不错，中国关系也不错，这不就是东南亚国家该学习的榜样吗？我真的是搞不懂那至于这个卡加延省的省长
被罢免，罪名是公共资金用于竞选啊。我认为这种证据啊，搞不好是美国提供的哦，因为他亲中嘛，对，那阻止美国的军舰在这个省做停泊嘛，事实上我坦白说了，有共同防御的国家啊，美国的 CIA 渗透的力量都是非常大的啦。你日本、韩国、菲律宾这样的国家，我认为他们都知道，都在收集情资啦。有一些所谓把柄在手上。当然啦，你这个公开跟美国对着干，美国怎么可能不对你对着干？所以我真的是怀疑啦，就是说你如果真的是金流被抓到把柄啊，然后让这个小马可是有机会来整你啊，就坦白讲，你要作为美国的对手，你自己就要相当清廉啊，不然你怎么办呢？是，对不对？那至于这个福建号啊，这个我们帅将军在这里我不敢多言啊。我基本上就是说，进入3航母时代，这个会使得中国在海军的战略上的部署跟作战模式发生改变。是。然后当然大家也会注意，它会放到这个舰上的舰载机是包括哪些啦。那这个也会影响到它的作战的方式了。那当然现在大家比较着重的是，它什么时候会形成完整的舰队了。我认为美国大概就是评估是2027了。所以为什么他会说2027就是大陆武统的条件准备好的时候，就建制完成了。对，他如果有一个航母舰队可以放在日本跟关岛中间，那坦白讲，这个日本跟美国要介入协助台湾的难度就会变高，大概是这样。是，来帅将军，请教您的意见。首先讲福建号，它比辽宁号海试要多几天，这是想必当然了啊。我们先讲一般的海试，因为海试后面有没有包括作战测试哈？那海试基本上它船出去你能开到多快航速，最大航速，或者是你回转半径船的稳定度，然后电力系统因为这个有牵涉到电动弹射，所以它整个船上的电力的调配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测试了。因为你电从这边调到那边，那个地方会不会发生缺电的现象？电力系统整合，还有它这个单轨的这个雷达也是一个突破性的，这个后的弯道超车的科技，因为雷达波会互相干扰，你把它整理在一根塔台这个桅杆上，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好，这些算是海上的基本测试。那么下面的问题就多了，你看啊，福建号跟辽宁号它会不一样的，在它电动弹射，电动弹射的好处就可以，它用电力的调配啊，弹出去的力量会不一样，就可以适应各种机种。像辽宁号跟这个山东号，它这个蒸汽弹射，它射的机种可能就比较少一点。你像它这个除了歼15啊16的这个舰载机，那是主要的作战飞机，但是它还要谈预警机，还要谈电战机，还要谈无人机，还要谈直升机这一类的东西，所以机种这么多，那么是不是能够包含在这一次测试里面？我很怀疑，就是说前面刚刚讲的基本测试啊，就已经够他做了，那么当然会不停的在研发了，就是说它还是不会只做一次。我们讲基本系统能力的测试，还加上作战测试。作战测试就是各个机种它的起降的速度、起降的参数，跟这个所谓电子弹射的这个很多参数，就是说多少磅、多少速度，让这个飞机能够顺利起飞。第二个，马可仕跟这个他的立场，我觉得是完全针对他个人。第一个，他想连任，要修宪，他一定要堵掉杜特地的这个阻挡。第二个，他自己在美国的资产是被封锁，能够解冻，所以这些作为啊，他完全把国家的利益放掉了。其实南海可以跟越南一样嘛，共同开发，那个赚的钱是国家的钱嘛，不管天然气、石油都是国家的钱。你只注意你自己的政治延续，跟你在美国的资产。
所以这种可以讲起来算是可以谴责，这个是个自私的作为。是对 F-35是有一句话，零件越多，故障就越多。故障越多。哎，你想普通一个战机，它跟一般的战机一样，但是垂直起降它有3个垂直喷向的引进口，3个口里面只要有一个推力不一样，飞机就发生倾斜。所以零件多，复杂性增加，故障就多。但是它今天爆出来的刮刀人呢，那是代表你后勤保养的纪律有问题。后勤保养。对，你纪律怎么能留一把刀在那里？是。第3个，加油加了有重金属在里面，那更荒谬了。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美军的这个任务太频繁，造成它整个补保系统啊，跟作业人员的疲惫啊，跟这些失误就出来了。照理讲，他不应该训练不足，我是觉得过于疲惫。因为他为了应付世界上3个起火点，他这个航母几乎是调救火队一样，调来调去，该休假的不休假，该轮调的不轮调。是这些问题出来，我们在军中就有那种经验，你越是忙越是乱，出的岔子就容易越多。对，就容易出问题哦。这个太过让他们兵疲马困。来，请教彬哥。福建舰它这是第一次海试啊，所以它以后还有好多次嘞。这个慢慢来吧。对啊，因为它要测试这么多的新技术，它也要测试相关的反应。那当然，等它全部测试完成，如果真的能够形成战力，那对它来讲是一个完全值得跳跃，因为它第一次可以真正实质意义上发射定义的这个预警机啊，这些相关的东西，这个对航母的战力是完全跟过去是完全不一样。所以它如果一旦成军，对美国也好，对台湾也好，都是很重大的威胁。所以我觉得就密切观察吧，因为现在不知道它进展到底如何。那黄岩岛这边，我说真的啦，菲律宾始终用这种碰瓷的方式不断的去冲撞，除了在国内制造舆论之外，对他们实质上说真的完全没有什么进展，反而是你真的这种骚扰性的东西做多了，我觉得你会逼着大陆会直接去把你们那个坐滩的那艘直接拉掉。因为其实理由可以百百种啊，说你污染海洋啊，危害环境保护啊，环境生态啊，各种理由都可以，或者是根本一点理由不要，我就把你拉掉，你又怎么样？因为那是我的领土，所以我觉得大陆到目前为止，他还是不想把事情闹得这么僵，但是每一个人的忍耐都是有限度的。那菲律宾如果持续做这样的做法的话，我认为大陆大概也不会再忍太久。所以这个对菲律宾来讲，当你真的演变成全面性的冲突的时候，你真的认为美国会帮你什么？美国到现在他的船都在旁边，可是他一艘都没有来帮你，因为他也不想介入这件事情啊。所以我觉得菲律宾自己要，我们说每一个人都要人贵自知啊，你到底有多少能力，能够做多少事情，你自己要考虑清楚。那当然，现在马可斯去做这种权力斗争的事情，因为你说他用这个所谓的公共资金愿意竞选。我跟你讲啊，菲律宾大概每一个政治人物都这样做，基本上就是这样，因为他们的国家就是这个样子。那只是你现在就是拿这个理由在整他嘛。那当然，这很可能像亮哥讲的是，美国人收集到很齐全的资料，然后让议会可以去做出这样的动作。可是反观过来，我们台湾为什么蔡英文、阿扁、赖清德一个一个都这么听命于美国？是不是他们有很多资料被美国人掌握在手上，所以不得不听命于他们呢？那菲律宾会搞成这样，我们也会不会？但是我是提醒小马可是，杜特地可不是省油的灯啊，他在明达纳尔的势力可是大得很。你如果真的这样硬搞下去，不要到时候变成菲律宾内战，明达纳尔直接给你独立了，我想到时候麻烦就大。是有很多的政策可能选左边走，或者选右边走。